来到台大的校园，毕竟我这辈子好像没有踏入台大过。他们距离这么近台大，他们离台大最近的一科就在这里。对，所以然后我发现这个社团的出席率还蛮高的，满座率我觉得已经达到70%了吧，所以平常应该是蛮活跃的。好，那我们就今天我们会介绍一下我们3个人怎么发生这一段感情跟关系的。然后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下各位，就是为什么今天你会坐在这里？好，我这样问大家会不敢举手，那我直接点人好了。来，这位女士 Luna， 为什么你会坐在这里？因为我很好奇。好奇什么？你是想尝试吗？还是好奇？矛盾的就是我觉得我的大脑跟开放式关系或者2个人以上的关系完全投入掉，就是完全人的自然本性。我觉得多元关系才是最符合自然法则。但是我不确定我的心到底能不能接受，就是我的大脑我觉得完全合理，可是我不确定，就是真的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能不能接受？然后就是很好奇，因为你们是真的发生嘛，所以就是想来听听看这样。OK，重要的但比较是好奇。好，谢谢你。那你会听到，因为我们也可能有些时候是从不能接受到能接受的一个转变过程，然后后面会分享。那我再找一位，这位你好，为什么你今天有出现在这里？就是想要来看帅哥。就这样而已，所以你在这里。有符合你的期待吗？我本人有3个哪个挑出来？都很帅。好吧，那再一个，那这个呢？2位都是这个，我刚好看到你们拍脸。我自己是开放式关系跟多种伴侣的实验者，然后当然我之前的经验比较多是一的状态，就是1对2。对，然后比较没有三角形状态过，所以好奇说三角形的实践者是怎么样的状态，然后一些有新的想法。OK， 好，很棒。好，感谢各位发言的人。以上各位的问题，我们今天都会跟各位解答，所以呢，我们就来正式进入我们的主题好了。现在就来讲一下我们恋情开始的故事。OK， 所以恋情开始，我们先介绍一下当初我们是怎么样认识彼此的。所以我还特地翻了我们各自的 IG， 在他们认识的时候的那照片，那时候看起来很青涩，都已经是5年前的。然后我的话大概是2、3年前的照片。好，那先讲一下你们怎么认识好的。好，就是我先讲一下我跟仲学相遇的状况，因为其实为什么要先讲2个人？因为2个人才能变3个人。我自己的想法是说，很少人是说3个人在一起就直接进入一个没有2个人在一起前，他们直接3个在一起，应该比较少遇到这种关系。我自己目前听到身边的例子比较多，都是可能是一对情侣，然后后来遇到了第3个人，然后后来第3个人加入，所以我跟仲学情况主要就是这样。后来共出旅程嘛。那我跟仲学在一起前，其实我们2个算是 IG 上的网友，然后就讲很久，就是聊天聊很久，然后我们就一直每天在那里打水炮，讲说，要不要出来打一炮啊？要不要出来约一下什么的？可是我们始终都没有见面。我跟约了4年都还没约到。对，我们约4、5年哦，就是在上面已经讲超久，然后都没有实践这样。可是有个契机底下，是我跟我的前男友分手，然后我回台中。然后他那时候刚好也从台北也回台中，所以我们就在台中相遇了。那我刚开始其实对仲学印象是非常非常差的，我觉得这个人超级不适合交往，因为我跟他第一次约出来的时候，他就说好，那我们就约出来。那个时间点大概是晚上，就是9点的时候约出来，他就说，可不可以陪我去修眉毛？第一次见面，他就说可不可以陪我去修眉毛？我想说这个人超怪的。然后我就陪他去修眉毛，修完之后9点半之后，我们原本去一家餐厅吃饭，那家餐厅开到10点，所以我吃超赶。那个菜上来已经9点45分了，9点45分吃完饭，15分钟吃，只要15分钟可以吃。吃完之后呢，10点餐厅关，我就想说啊，餐厅关就这样哦。那我就想回家，我就不想要让这段关系继续延续下去。可是他就很积极的把我留下来，讲说，我们不要，我们再去酒吧续一下，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过程，我才对这个人改观。因为他在酒吧的时候，可能喝完酒之后，我发觉他是一个很真心，会把他自己内心话都讲出来的人。那我自己的个性是非常喜欢这种能真诚沟通的人，所以我们最终才慢慢走在一起。
可是我当下其实我觉得说他应该是蛮喜欢我的，这是我的直觉。所以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喝完酒之后啊，他还陪我走回家。因为我那时候我家就在隔壁，所以他就还陪我走回家哦。而且走回家的时候啊，因为我家住公寓，所以要离别的时候，第一次见面还在那边依依不舍，然后其实就还有用手就是摸了一下。要不要现在示范一下你当什么？可以，我觉得可以玩，可以玩，可以玩。对啊。然后其实我就当就是有摸了一下，然后可是来示范一下怎么摸。你当下到底是谁摸谁？就是这个已经下都有摸，应该说不可考，因为他说我摸他，然后我说他摸我。我觉得这是最贱的地方，就是我觉得说当下他觉得说，我也是事后他才跟我讲说，他对我第一印象可能是没有这么喜欢。可是对我来说，我对他是一见钟情，真的是我从头讲到尾，我就对他一见钟情，我就觉得其实一见钟情是真的，我从那一天就很喜欢他。然后我觉得他最贱的地方是隔天早上，他就传讯息，他第一句话不是说早安，他就跟我讲说，我昨天好像有点喝太醉了，点。我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要讲说，昨天那些动作他都喝醉了，所以不是故意，不是故意的吗？是不是对我有喜欢的感觉吗？就给我这种话，就会觉得很贱。其实我们主要讲的是说，其实刚开始看起来没有在一起的两个人，最终还是能走在一起，因为我们两个刚才想法就完全不一样嘛。他觉得他超喜欢我，可是我觉得这个人还好，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怪人。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子。这是我跟吴君的认识。那我跟雨辰，其实我在认识吴君之前，其实我是更先认识雨辰的。我认识周学是因为我的前男友，当时我在台中读书，然后认识了他，因为他就介绍他一起，然后我们去外面吃饭的初次认识。但是后来我离开台中之后，我们就没有太多的交集，因为只是普通朋友，偶尔会很少会见面出来。但是在一次聚会上面，就是他刚好不知道怎么约我出去唱歌啊或喝酒之类的，然后才继续搭上关系。后来会认识吴君，是因为他有一次他很喜欢找各种朋友一起出来聚会，然后我们那次就在一个酒吧认识，他就带着吴君，然后我跟我其他朋友一起在那边喝酒，才认识他们这一对情侣。当时我们在重新连上的时候，他们已经在一起。那当时他对我好像有点意见，你要不要讲一下？对，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一定有一腿，真的，因为太明显，就是他那个手，我就觉得他们两个好像碰很近，所以我就对这个人就是很感冒啊。刚开始啊，不是对我还是指错了？对，在这边不好意思，就很感冒。我就觉得这两个一定有，他们俩以前已经打过一炮之类的。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我们真的没有怎么样的。所以，对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这么有敌意呢？搞不好你那时候在拖欠我。没有啊。可是有次在唱歌的时候，你有偷亲我一下，就是那一次啊，对啊，就是这样啊。对，好了，反正其实有什么，可是也没有到那么有什么。对。我们这次的分享会真的蛮露骨的，所以如果你比较保守的话，那你可以捂一下耳朵。就是味道人士的话，就大家自己见谅一下。对，好，所以这是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故事。那你们后来怎么决定在一起的？就暧昧的，我们其实暧昧了2-3个月。对，前面暧昧2-3个月。但暧昧这2-3个月，其实这暧昧这2-3个月啊，我们其实彼此啊都是互相在试探。因为我是自己觉得说，在我们圈内，同志这个身份，其实很难去认定说对方是不是真的想要认真跟你走感情的。所以我觉得也是一部分是思考到我自己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爱玩的个性，所以我不知道说对方是不是想要跟我认真的。因为而且他那时候身份就是一个网红，那我自己也不是一个网红的身份，所以就不知道说他身边搞不好有非常多的对象，那我或许只是他其中一个对象。对，结果他那时候好像也是一样类似那样的想法。我完全不是我刚开始我跟他认识，我反而觉得他是一个花蝴蝶。为什么是花蝴蝶呢？是我们平常在暧昧阶段的时候出来约会，可是他约的时间点都超级无敌怪，就像前面的那个时间点，他约晚上11点，然后11点他就说他去学吉他课，我就这样说，那你拍吉他课影片给我看。他真的弹得稀巴烂那个真的是有学跟没有学一样。然后或者是晚上可能9点27分，他约那种27分几分的那种时间，然后来满身汗，他说他刚跳完舞蹈课，然后我就想说，平日你都做这些事情，那我们假日总可以去约会了，或者是培养一些感情。假日从来没有看他在台中过，他假日全部都往台北的夜店跑，每天都是跟朋友打卡，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可能并不是那么适合交往的对象，可能真的是只能发生关系的对象。可是我觉得最妙的一点是我们两个
在交往前从来没发生过任何关系，这是一个最妙的点。虽然我们前面一直打嘴炮，可是也没有成功。我就暧昧了这3个月，然后最后一次就是暧昧的最后一天，就是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去开房间，而且那时候都还没交往，所以那时候就不知道说到底我跟这个人关系到底会不会交往还是怎样，而且我们彼此都不敢告白，而且我这辈子都没有告白过，所以我的告白方式啊，其实就是我们去开房间。你要讲吗？他自己他害羞不敢讲，这个地方很露骨，大家先听一下哦。我在被弄到一半的时候，他说：“宝贝，这样我们在一起了吗？你觉得这个是好的告白方式吗？”我觉得不是吧。没有，所以我们最终就是这样。你要拒绝怎么办？如果拒绝的话，是不是就不要继续做了？所以我自己觉得说那个时候是胜率最高的时候。那对我而言，我觉得是骑虎难下。这是什么烂招？骑屌难下，不是骑虎难下，是骑屌难下。对，这是我的告白故事。对，好，听起来有点可怕。然后我们就是打嘴炮打那么久，最后终于在一起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在房间耍可爱的片段。好，接下来呢就是我的介入了，在他们交往了2年的时间之后，我就因缘际会的不小心跑到他们生命中，就越来越有联系嘛。然后当时我就是你的客户，因为他那时候刚开始在做保险的，所以我们有一天就约在台北。然后你们讲一下那篇故事好了。我其实是有点像是不小心撞进他们的生命里面。对，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他不是提到他在车祸现场，他其实保持着很乐观的态度嘛。那为什么会讲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我们3个人有点类似最开始第一次接触的转捩点嘛，比较类似这样子。然后我让大家看，因为为什么讲这个车祸是当时呢，我跟周学是住台中，他是住台北，然后他跟他们2个约好，因为他是做保险，然后等于说他是他客户，所以要来签约。我跟周学就沿路开车北上的过程中呢，就发生一起大车祸，4台车连环撞，1台车翻覆，然后加上你看这是我们的车的侧门，我那时候住在右边，就这一侧右驾侧门，对，然后好险人没有怎样，这车很厉害。对，然后这是撞到前面的车变这样子。但其实现场非常惨，因为其实当时是他开车，然后我们其他这里就是在最内线道，但是就是非常紧张，所以一撞到前面之后，我们就方向盘直接往外线道走，所以一到外线道的时候就往中间，所以后面就2、3台车为了要躲我们的时候，有一台车就翻车了。那这翻车就一台货车，它载着的货都是姜，当下又下雨，所以就可以知道说那现场就都是姜的味道。结果，而且我们最后还去在下面捡姜，但在那当下的时候，我们2颗安全气囊炸出来，就当下影片，要记录一下人家高。是当时车里面的画面，就是他说他在出车祸的时候还不忘要继续拍影片。所以我这辈子就闻到那种烟硝的味道，或是鞭炮炸出来的声音，是的那种味道。可是他刚刚讲他乐观的部分是，因为我觉得他在我生命中，我觉得他是一个超级热爱工作，然后很把朋友看得重的人，所以我们在这个情况底下，还是决定到台北，然后跟他见面。所以当下就觉得说，就是豁出去啊，就是已经过了这么糟的一天了，我们还去龙潭那边做笔录，这周下午，做完笔录已经晚上8、9点，差不多。对，我记得我那天我们约在一个酒吧，想说先喝酒，然后我就在那边等到他们10点多才出现，然后我好像约在9点，对，我至少在那个bar里面等了1个多小时，对，然后最后他们终于出现了，因为想说他们有可能出车祸是不是就不会来了，对，所以接下来是有趣的地方了，好，所以在那晚我们在那个酒吧里面嘛，然后我们就聊天觉得开心，然后他们当时也是喝了很醉，因为他们觉得无所谓，因为就是当晚就有点类似说我们已经劫后余生，所以我们整个就是豁出去，完全是豁出去的状态，想说啊，我们今晚就不醉不归。可是你知道喝太多酒的后果就是，真的是会酒后乱性。因为我们先喝完之后啊，我们就想说，他也住蛮远的，也不住台北，所以我就跟他讲说，还是你要不要回我们饭店睡？对。所以他就也觉得说，那他回家搭电车可以是蛮贵的，所以就来我们房间了。然后其实那一晚，其实就是他可以借的，他就只是睡一下而已。但是不是就是有后面的故事？因为当时你们在找我去你们饭店睡的时候是你们的想法？其实没有什么想法，就觉得有个帅哥坐在旁边还不错这样。
那这么单纯吗？对，刚开始其实我们真的没有预设要发生什么关系，因为他真的住比较远的。然后当时我们是在东区嘛，他要从东区他住林口，所以要回林口有一段距离。我们就想说，反正我们在东区订个饭店，那就想说邀他一起来住也没关系。而且那一天就真的是经历了下午那个车祸大事，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主就觉得都没差了。对啊因为我其实原本是比较在意就是可能伴侣跟其他人之间关系的人，然后那天就想说算了随便，反正睡一下也没有大不了。结果呢，现在就是有趣的地方了，这算是我们3个人真正的开始。就是那天我们就在睡觉嘛，睡一睡好像 OK， 那我们就3个人买一张床，然后半夜我就想说，为什么有人在摸我？然后你们觉得是谁在摸我？谁？应该是他。来，如果觉得是奏觉摸我的，帮我举手。吴军摸我的，帮我举手。很多人觉得是你。好，大家觉得我是玉女。好，其实那天摸我的是奏学，他说摸一摸，然后我就听到有人在我耳边讲说，你要不要看我男友？我听到我直接惊呆，我想说啊，确定？难道我们要开始一个3人行的那个性爱了吗？然后我就想说，哇，好吧，反正那时候我已经睡得很熟，就是在半梦半醒之间，人就特别会有欲望嘛，或者觉得好没关系，比较容易被挑起欲望。那说 OK 好，那算了，要做那来试试看。然后在那之前，我一直觉得说好，那一天晚上我会干的是那个奏学，然后吴军可能也是1号。结果呢，殊不知最后抬起屁股来让人家进去的是吴军，然后奏学反而是1号。就这是比较 surprise 的部分。对，因为当时我一直预测说，哦，吴军他们2个在一起应该是吴军1号，然后在那天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是截然不同的后果。然后我们那天就做，好像还蛮顺利的。是多不顺利？没有顺利，顺利吗？对，会在一起。好，顺利之外呢，我就想说，哦好，那天亮了，可是他们2个就偷偷离开房间了。没有，为什么是出去？是因为早上的时候，吴军跟我讲说 ，baby， 我们入法不够了，他带着我再去 7买1罐。所以早上回来之后，我们就在打那个地方。我原本想说，为什么他们2个是昨天过得不是很开心，然后想要在趁白天的时候偷偷溜走，剩我一个在房间里面，结果他们是回来再继续做了一次，所以就是开启我们第一次的性爱，然后也开启我们3个人的感情的篇章。所以就是因为车祸的关系，所以就真的是连玉成就一起撞进来了。对，撞进我们的生命中。对，好，所以接下来就讲说我们怎么样慢慢开始经营我们的感情。因为其实我自己个性我就很喜欢交朋友，所以我就但是我时间就这么有限，所以我就经营，我觉得朋友啊跟伴侣性都要去经营关系的，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最有效的经营方式就是我把全部的朋友跟我的伴侣们就一次约出来一起玩，所以就很常办一些出游的活动。比如说像有一次我可能就是这可能是我们一起在家里面烤完肉，然后隔天在一起去后里玩。不然就是我可能会办说跟宜兰的包栋民宿啊，大家一起出去玩，或是去基隆、垦丁，然后基隆跟垦丁的跨年，就全部人一起出游。可是在这之间，为什么我们感情会升温？其实就是因为每一次出游的时候，我都会特别还是会约雨辰一起来。那约他来说，其实我们这种感情都就是友达以上，恋人未满。对，因为每次约他来的时候，你就会做什么事情？好，我来讲一下，又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其实我很喜欢跟他们出游，因为他喜欢办很多活动嘛，像是我们去各种不同的地方一起包栋。然后有时候我们一堆人去外面玩的时候，就会分房间，因为房间就是1个人、2个人或者是4个人一间，他们一定是一起睡。然后我可能就是跟别人一起分房。但是呢，到晚上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偷偷溜到他的房间里面找事情做，因为我其实，在跟他们相处的这段时间，就是觉得说他们这对情侣很可爱，我就想说，好，我们可以多相处看看。然后一群人出去的时候，我会比较常把我的目光聚焦在他们2个身上，就觉得他们2个这样互动很可爱啊，我觉得他们很让我喜欢。然后再加上之前发生过的那一段关系，就让我对他们有一些不同的情愫。但是我从来都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想法，说我喜欢其中一个，我想把他抢过来当男友，没有。就只是我喜欢他们2个在我面前他们互动这情侣的样子，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在晚上偷偷跑到他们的房间里面，然后再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然后有时候他们的朋友要找我，然后他们找不到人。对，因为我朋友其实因为他是长得真的蛮帅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已经在一起了。然后我又是主揪，所以来就是跟我朋友一起出来玩的时候，都会私底下跟我讲说，哎，你朋友很帅，哎，你朋友就是可不可以是不是单身？他个性怎么样？喜欢什么样的类型？我就会跟我朋友讲说，喜欢你这种，就是我那时候不敢讲，我那时候也真的没有想到说我会跟他在一起，我就直接跟他，我就跟大家讲说，他好像有点难亲近。真的不好亲近。对，就把它讲得很难听，就是不要碰。然后就有一次最特别的，就是我们去宜兰玩的时候，就一个朋友感觉也蛮喜欢他，而且就也是要说要分房睡，就4个一间，然后他也是跟他睡在一起，然后他就想说，哎，为什么雨辰不见了？然后他就一直在那边找，然后就是找不到，就只有一间房间锁着门，就是我的房间。所以大家可能就猜测到说，我可能躲在里面跟他们做一些事情。可是一直以来我们都是比较类似说，只是在仅止于肉体上的关系。对。可是因为我们出去的次数多，然后后来频率越来越提升之后，我觉得那个东西会慢慢升华。因为我自己承认，我是一个非常容易晕炮的人。我会觉得这个好用的话，我就很容易晕，所以我自己就会，我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子啊？我自己的个人是这样子啊，对。好，OK， 所以在那之后，我们就其实就有越来越多次接触的机会，像出去玩的时候就会一起出去啊等等的，所以就有很多的相处时间，所以就有各种我们彼此一起出去玩的画面。对，那左边这个其实仲雪这张照片完全没看过，因为大概我们这张其实算是还没在一起的时候已经泡温泉。对，还没在一起的时候，我其实开始就对雨辰开始产生一些情愫，可是我说不出来这到底什么关系，就觉得说这个朋友好像你想要多花一点时间跟这个人相处，然后我就会想花，比如说仲雪那时候说，哎，我想要去按摩，我就说那我不想按摩，我想泡温泉，然后他也想泡温泉，说好，那我们去泡温泉。就变成这样的关系，然后我就看到他们两个在旁边喂鹿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是一个很可爱的画面，就把它记录下来。因为我很喜欢记录他们两个互动，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一个存在在心里的一个感觉吧，就是特别想要把这一刻记录下来，觉得很美好。怎样？然后大家不要误会，这个照片里面还有其他人，他只是我只把它裁掉而已。对，所以不是我们两个单独的话真的有点可疑，这个人可能会吃醋到不行。因为那时候还没在一起。对，那时候没在一起。对，之后我们会这样讲到我们3个人慢慢越来越暧昧的时候，出现的种种问题，就包含大家最常问的吃醋等等。好，现在还停留在美好的画面哦，现在一切都很好，很幸福，很开心。好，好，然后所以我们的感情就慢慢升温了。我就常常会出席到他们可能会参与的活动。左边这张照片是他们一起去拍那种伪婚纱的那种幸福照。那时候已经在一起3年了，所以我们想说可以拍一点照片，然后做个记录。然后他那时候就是我们就找摄影师来拍照，然后他就来当摄影助理。因为刚好那个摄影师我们都认识，也算是我朋友。那就说哦好，他们要拍这些照片，那我也去参与一下好了。对，所以就出现这些照片。然后甚至还有一个影片，好，大家看一下，这个蛮有趣的。Can't believe that it's finally me and your friend Steve. Do-do-do-do-do-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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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ve.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什么画面，一个心理画面突然出现第3个 Steve， 然后那个 Steve 就是我，本人就是 Steve， 可是我还真的跟他们在一起，不太一样。所以就开始了这段感情。所以他原本是觉得他只能1对1的性爱，对，我原本是。那你有什么样的转变？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为什么我有这样的转变，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我前面就是跟仲雪在一起前，我是一段9年的关系，然后9年关系是我的前男友是一个非常不管对于性，不管对于伴侣需求，他其实都没有什么欲望极低的人。我们可能1年只打过1次炮，可是我自己是欲望很高的人，所以等于说我自己就是很难去调试这样的事情。可是我都没出轨，我9年来都没出轨，我就是完全一直跟这个人然后相处，因为他把我生活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太好，所以我就开始在我跟周宇在一起之后，然后又遇到他，所以我就开始思索说，我这样自己的关系是我未来的关系，如果是变成这样的话，我自己能接受吗？我就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原本是很在意那种1对1关系的人。那
我觉得他们两个来讲，可能开放程度会比我高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接受度也会比我高。可是我自己是慢慢有从前段关系去思考现在关系为什么应该怎么去运行，未来我要怎么做，是不是只能跟这个人在一起？我有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对，也是原本固有的概念会慢慢被一些事情转移，或者是有新的见解。然后在那之前，我一直觉得说我对他们的感情就只是朋友而已，我没有任何的遐想，从来没有想跟他们在一起，只是觉得好像越相处越觉得有一点特别的东西，所以我们开始3个就有一些越来越紧密的接触，或是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情愫。可是越紧密的接触情况底下，其实如果大家能想象是我跟他如果是情侣关系，可是那个人第3个人介入的时候，其实就会产生很大的摩擦。所以我跟周珏那段时间其实非常常吵架。我们3个在一起前到3个人决定在一起前，到我们第一次打炮，这个时间点其实非常长，大家都以为说哇马上就可以到，没有，我们大概经历1年的时间，就是我们前后大概我们3个相处了1年，才决定说或许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发展。比较类似这样子。好，所以就到我们的感情继续升温的地方了。其实有一年跨年呢，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告白的时刻，就是那一年我跟一个女生朋友在高雄跨年，然后他们一样一如往常的就再继续办活动。那时候他们在基隆的民宿，他们在跨年，然后我也跟一个朋友在高雄跨年。然后其实我跟那女生相处嘛，但我心里想就是另外2个人，因为我是心里想说他们现在在干嘛，然后好想看他们在干嘛之类的。然后过完1天之后，我就酝酿一整天，然后后来就传了一讯息，想说啊，我来表明一下我自己的心意好了。可是现在被挖出来有点害羞，你看是2023年1月1号，然后就给他们一段话，大家不用看没关系，只是想跟你说我传一段讯息给他们看的。然后细节不重要，我就这样传给他们。当下你们收到的时候在想什么？其实我当下，刚好去黄池泡温泉嘛，就也是同志很常去的场所。然后那时候是朋友约我们去泡温泉。然后为什么约我们去泡温泉？是我朋友他们之间发生很大的摩擦，然后他们是我很好的朋友，就是那一对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们就帮他开导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收到这个讯息，所以等于说我完全就是无暇顾及他，我根本没有鸟那2个朋友，我就直接很紧张。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他直接当耳边风。对，就是左进右出，所以我很对不起那对朋友，他们最后也分手了，然后找到更好的对象，我觉得很棒，这件事情超好的。对，这有点对不起他们，可是我觉得是。你当时如果收到这种讯息，其实你很难去反应，因为你的另外一半在旁边。然后，但我要说，我的开头是给周珏跟吴娟哦，是我同时传讯息给他们2个人的 LINE。对，所以他们都有收到。所以我当下就是直接他说讯息的时候，但是我们直接对眼了。我想说，我收到一封讯息，那你有没有收到？很害怕你没收到。对。所以，但只是我当下内心也超级的忐忑吗？混沌。对，是混沌，能用混沌来形容。我就很混沌，我就觉得说，我自己不知道说我们刚刚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到底是不是可以跨出那一条界限？就是好像都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那样定义，说我们是真的是可以3个人在一起吗？那雨辰是真的也会爱我吗？还是雨辰只有爱吴君？那吴君这时候是不是已经跟雨辰也是他不会就2个人在一起就丢下我了？可是我们2个才是那个在一起最久的。因为我觉得他刚开始不安全感会很重，是因为我那时候也在台北做远端工作，所以我一周可能会上台北1次，然后1次的时候我有时候会约他只要我一约他就超级无敌不爽，可是我能想象说为什么他会不爽，他可能担心说我跟这个人跑走，或者是说我就把他丢下，因为他在台中嘛，他也不知道我在干嘛。对啊，所以蛮能理解他当时的心情的。所以当时其实大家的心境都还蛮矛盾。对，是矛盾。然后后来隔了1天之后，他们就回了我这个讯息，然后他们还是一起回了，我忘记这是谁给我的讯息。所以我们2个一起整理出来给你的讯息。对，所以重点就是他们也很珍惜这段关系，可是也不确定现在会怎么样，反正新年快乐啊！所以我们也没有给他回应了，我们就说 Happy New Year， 好，拜。好 ，OK， 所以这是我们的当时我跨年的告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感情最大的转捩点的地方，就是跟阳明山有关。好，其实那天你要讲吗？其实那天就是比较类似说，已经跨完年了嘛。你看我们接触频率多高，跨完年马上要约出去，就是真的喜欢这个人。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应这段感情，所以我跟周珏其实
很常因为这件事情吵架摩擦。我也知道，我也跟他讲说，哎、你知道我们两个因为你然后吵过很多次吗？他也说他知道，可他也无解啊。他总不可能跳进来说我抢你男友，我抢你什么？因为他也是喜欢我们两个，又不是喜欢其中一个人，对吧？对，当时做学的心里就觉得说，好像我跟吴军在互动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吃醋；但我跟他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 OK。但是我对他们的感情都是真的是一样的，没有特别喜欢吴军，或没有特别喜欢做学。可是做学就会觉得说，我现在交往的那个人，好像跟另外一个人好像很好，他就觉得有点被威胁感。可是他也不知道说他到底该不该突破这个界限，去跟另外一个人产生更多的连接或者亲密的互动。对，然后我们大概到这个时间点，就是整个气氛走到非常非常低迷的位置，就是我们三个其实情绪状态都很不对。原本可能收到讯息是开心的，可是你要想说，如果去解决那些事情的话，就是变得很困难。因为对于我们之前没有尝试过这一段关系的人，他其实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你会觉得说，这个社会压力给你很大，可能不管来自其他地方，或者是不管你自己是有没有办法被，就是踏过这个门槛的概念，好像很难踏过这个门槛。所以我们那一天，我们就是可能已经情绪到低点。我们那时候吃完饭，我们三个一起吃完饭之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去阳明山上走走。我就是当开车的嘛，我就沿路开上去，我们什么话都没讲，一句话讲不出来。三个人跟好像不知道家里有出事的感觉，就有点类似这样子。对，然后就真的没有话好说。因为那段时间其实已经到我们三个人的低潮临界点了。因为我会很常听到说奏学或是吴军在抱怨说他们现在吵架的感情发生什么事情，又为了我什么吵架，或是谁吃什么醋，但我从来就没有想要介入他们的感情，我只觉得哇很无辜，我希望可以帮他们排解一些事情或者他们的情绪，但其实我没有立场，因为我就不是他们男朋友啊，所以我不好讲什么，所以大家的心情都非常的混乱，所以我们就跑去阳明山上了嘛，然后就一起欣赏那个风景。我就觉得那天好美好，因为我们三个还在阳明山顶拍了一张照片，还笑得出来，但是不是拍完之后各自不讲话，就各自内心其实都在消化很多事情。对，然后这张照片是我觉得哦，我等一下就能看他们两个互动嘛，他们就是在我眼中是一个很可爱的情侣，就是说那天在爬山的时候，我想说，你们俩不要动，帮你们拍一张照片，这样子，所以有这张照片，就很喜欢记录彼此的样子。然后那时候还有拍了一部影片。这就是那一天的氛围。其实看起来画面很唯美，漂亮，对不对？我们大概上山到下山，这个山路超远的，这个山路大概我们上山下山走3个小时，我们大概加起来不超过10句，有这么久？差不多，然后我们加起来不超过10句话。这种说要拍照吗？好，拍一张吧，就这样，就大概这样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就下山了。其实我觉得奏学一开始那个表情还蛮笑不出来的，就我们现在看起来要再看一次吗？我觉得看起来画面很漂亮，可是我们心情其实真的是没有多好，大家就是假笑，因为真的不知道该跟彼此讲什么。好。然后呢，重点来了，就是在我们下山那一段路，因为大家都不讲话嘛，所以我想说，那现在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该怎么样定义我们的关系？奏学那时候很混沌的点就是他找不到一个定义，对不对？对，我觉得找不到一个定义是，就很像是我要说跟吴军，我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到底算不算在一起啊？我需要你跟我讲说，对，就是我想跟你交往，所以我才需要在是发生一些关系的时候，我才跟他确定说，我们是不是真的确定可以在一起？我就需要说你给我一个名分那种感觉。那今天跟你这个关系是，那我们到底可不可以？你如果真的喜欢我，或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在一起？就直接说清楚，可是又好像很难去说清楚，所以就还是一样很混乱。其实大家自己揣摩一下，就是那个恋爱情境，有点类似说，我现在要突然恋爱，有那种恋爱氛围，只是这个人你可以很确定说，可能不是你该爱的人，有点类似小三的概念，你爱上了一个有正宫的男人的那种概念。你要说我吗？我爱上一个有正宫男人，对啊，哦，
其实这样也合理啊。对啊对啊然后就是，然后他们俩各自都有男友，可是喜欢一个人。对，所以我们在回去的那段路程，一样大家不讲话，可是我真的受不了，就是他们要讲话，我们今天出来干嘛？所以呢，我就直接开题的问说，所以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啊？所以就直接打破了在车上的沉默，开始了这段话题。我们就在讲说，那现在各自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有怎么样的心情？我们要怎么样定义我们现在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讲的是我们刚刚的内心的那些想法，可是讲完之后呢，还是一样，这趟路程是没有结果的。对，哎，有个结果啊。当时呢，我们都讲完自己的心情，我会理解他们的困难处，所以最后他们在车上先决定的是，那我们就不要在一起，我们就先维持这样的关系就好。所以他们就送我到我家，我在下车的时候，我就各亲了他们一下，就亲他们脸颊还是嘴巴，脸颊对不对？嘴巴。哦，嘴巴，好，然后亲他们嘴巴一下，然后我就下车了。然后当时我自己心里想的是，好，这是我最后亲了他们，最后一次亲他们，然后以后我们就当普通朋友就好了，说不定也不会再见面。吻别啊，对，所以这是我最后在下车前给他们的吻别。殊不知，过完几天之后，就是应该说之后我其实就很常跟周觉得，因为我们前面其实已经讨论过很多事情，可是我们就沿路，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开车嘛，所以沿路从台北回台中，每次因为见他有没有时候开车，所以在路程中真的很多时间可以讨论。我们每次只要见完他开车吵架，就会见完他开车吵边架抽边哭。然后就可能发生车祸，所以这是一个死循环。所以大家记得，就是不要在情绪低潮的时候去开车。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无解的难题。可是我们后来其实到台中，我们有思索过说，这段感情其实我觉得，因为其实如果真的要离开他，我觉得我们各自其实都是喜欢他的。可是我可能不敢跨出那条，是因为不确定说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喜欢我，还是他是不是真的也是爱我的。我不知道他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就觉得说需要去验证。他真的迟疑了非常久，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就说，我很喜欢你们两个啊，然后吴俊也说我很喜欢你们两个啊，可是他一直不信，他就觉得很怕说他自己被落单的感觉。对他比较有这种不安全感，刚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们俩就也这样讨论了。我觉得只要吴俊跟我讲说，请你跟我承认你是喜欢上他，然后就是逼我，对，然后每天都哭给他看，赵珊珊以泪洗面的，很可怜的。然后我们在床上我也哭，然后洗完他去工作，工作完回来之后我们又吵架，吵架又哭，所以等于说这个真的是无解。但最后我们就讨论出来的是，就还是决定说，好，那如果既然这样子，我们其实都喜欢上他的话，那我们就打破这个框架，我们就决定说，那我们就3个人在一起。其实他自己的心态转变是说，其实就是破罐子破摔的概念。你如果只能这样做，那只能鼓起勇气去尝试看看了吧。对，因为我就觉得说，如果今天真的没有他，那我们还是一样这样吵架，我就已经没办法回去我们以前2个人那么单纯的爱情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就只能跳脱这个框架了。所以大家做觉得很痛苦，可是回头看，我觉得也蛮好笑的。当初这个孽也是周觉得自己造成的，都是他自己拉到我房间，拉着我去跟他有男友，这句话就害了他。对，都是他起的头，自己不知道怎么收拾，所以这是报应，真是报应。但是我们还是在一起。可是当时我其实心情也很痛苦，因为我也想说，原来我的出现让你们2个有这么多的痛苦，然后原本好好的情侣，我觉得很可爱的情侣，变成一直在吵架，到底该怎么办？我该不该继续存在在你们的生命中？好，所以最后他们就传了讯息跟我说，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了。所以3人成团，3日常出现了。对，所以这就是一整年的历程，我们就发生了这些事情。对，因为大家，我就说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大家以为说是，我们3个可能在一起2周之后决定要在一起，没有，这其实前后大概就是一整年，从头到尾大概就是到很后期，其实整段是蛮消耗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探索自己的感受，对，才有办法得到现在的结论。然后我们3个人在一起之后，我们就觉得说那我们都蛮喜欢记录生活，那我们干脆就拍一些影片，短影片，我就开始放在 TikTok 上面。然后不小心，这种题材可能太特别了，太诡异了，就是3个男生互相亲来亲去的，然后大家觉得说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就突然红了，我们的第一支影片好像就有破100万观看。所以就开始有了这个自媒体的经营之路，我们也开始慢慢经营 YouTube。对，主要是这样。可是这个远远的还没有结束，后面还有很多可以沟通的东西。没有错，不是在一起就没有事那么简单的。对，
好，所以这就是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好奇我们怎么在一起的，就这段路程。对，主要是这样。所以其实真的没有很简单。然后可能我觉得先有一对情侣，再多一个人加入，会是比较常见的三人恋关系。因为我其实想不太到怎么有办法三个单身的人决定说，哎，我们三个人交往看看。所以在前提之下，好像有一个很稳固的情侣关系，才有办法有第三位加入。对，我们自己遇到的经验通常这样。因为通常其实两个人要在一起的时候，就要沟通跟摩擦，就已经很多事情了。对，没有错。好，首先呢，大家最常见的当然就是1对1的那种关系，一个人喜欢一个人，他们彼此互相喜欢，就是两人在一起。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比较，也不算很学术啦，就是一些其他恋爱的介绍。基础中的基础的分享。对，我相信在座的是台大的，大家都知道很多知识。反正不是1对1的话，我觉得都可以被称为是多元恋爱。而多元恋爱，我们今天想讲的是其中一个是层次感、层次的分别，其中一个是层次式的多元恋爱。对，它就是有一个主要的人，下面有复数以上的伴侣，可是这复数以上的伴侣，他们并没有互相喜欢，就像是以前的皇帝，他可以有好几个妃子，或者是现在，台湾早期的社会，一个男的他可以有2房、3房，所以像现在就很红啊。其实大家知道说那种现在最近很红的，就是吊车大王。对，你知道有人吊听过吗？吊车大王大家知道吗？对啊，大家可能就其实很多人，这不是最近新闻红吗？就大家都会去他家参观他们家的吊车，然后他们家就好几亿的那种豪宅，结果大家知道说他有几个妻子吗？他有4个老婆，对吧？就是这个新闻上他大家都会报，就他有4个老婆。可是我就想说，那他有4个老婆，可是大家又这么喜欢他，又都会去他家，还去他家参观。难道说在台湾这个社会，就是你只要有钱跟有点势力，对社会也有贡献，那你这样子的多元恋爱关系，其实大家就都可以接受。那为什么我们3个男生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的影片在上面，那其实就还会听到说很多负面的言论？就像是王永庆，大家都知道，但王永庆有好几个2房3房，对，他也是有3个老婆，当然那是不是合法，因为他们不能一次跟很多人结婚，但是他就是名义上的跟这些女人在一起。可是呢，这些女人并没有互相喜欢，他们甚至是互相仇恨，或是等他死的时候，他们还要争家产，就像是妃子，他们需要争宠，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关系，他们是彼此是有可能是敌对的关系的。但是相对另外一个非层次式的多元恋爱，也就是我们这样子，我们反而是在平行的轴上面，像是 A 喜欢 CB， 然后 B 喜欢 AC，C 也喜欢 A， 就是3个人彼此都互相喜欢，这才是一个我自己认为比较健康、比较平等的感觉，而不是我只能喜欢你，可是我还是同时要跟别人一起竞争，这很痛苦的感觉。所以我想跟大家讲的是，我们有这么奇怪吗？我们想丢给大家这个议题是说，台湾的早期的社会就已经可以接受这种多元的关系了，甚至是我认为真的不是很健康的多元关系。可是如果今天出现在我们觉得很好、很幸福、很可爱的关系里面的时候，大家反而觉得我们很怪，这样合理吗？或是在场的各位，有可能你觉得3人关系超怪，那你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会觉得很奇怪？如果你不觉得那些王永庆、吊车大王很怪的话，那3个人很奇怪吗？你们有人觉得我们很奇怪的吗？可以举手没关系，直接来踢馆没关系，我们可以解答你很多问题。好，我只想丢这个问题给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说，为什么你会觉得奇怪呢？为什么你不能接受？好，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自我认同。大家真的是有不同的课题，但我们每个人，我们3个彼此都有不一样的出柜课题。然后我觉得3个人交往更有趣的是，我们平常已经出过1次柜了嘛，可是3个人交往好像又再把我们关到一个柜子里面，所以我们得出2次柜。那我们先分享我们第1次出柜好了。好，周雪先讲。好，我觉得我的故事其实跟 Jay 也有点像，2个其实都有点像，因为我在14岁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就是8点档，什么民视或3立，他们8点档其实就已经开始，我国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种 BL 的小段哦。然后我妈就看到，然后我妈又是一个很虔诚的道教，然后虔诚到说她就是吃素，她吃素到说开一间素食餐厅，然后她就看到那个 BL 的桥段的时候，就讲说，如果我儿子啊以后如果真的喜欢男生的话，他就直接把他杀死的那种，就是很恐怖的言论。然后就在我跟我姐面前，然后我姐就直接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讲哦，你儿子搞不好真的是哦。
然后我结果真的是是要希望。那时候完全不敢讲话，对，所以我就也是一样渐进式的去跟我家人讲，我完全不敢直接跟我姐或我妈讲说，哎、我喜欢男生，所以我的方法是用，我没有直接跟她介绍我男朋友，就在一次的暑假啊，我就跟我姐讲说，哎、姐，最近啊那个暑假有一个夏令营啊，你要不要来，就是一起去工作啊？那很好赚的一个礼拜，就是去带小朋友就1万块，然后我就把她也找进来，把我姐也找进来。然后我就一起工作，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是透过工作的关系，让他去认识到我男朋友，也让吴娟去认识到我姐，他就可以不是先认识说，他是我男朋友，是先知道说他的能力啊，然后知道说他的个性啊。结果我最后我都还没有讲哦，就工作1个礼拜之后啊，我就有时候晚上去吃饭，然后我就吃一个日式的和食的那种定食，然后定食啊就有一道菜叫做青鱼。然后又是一个从小就是我妈煮菜都吃素嘛，我很不会吃鱼要怎么称啊？然后就那边吃得很就是残破不堪的。然后吃完之后啊，然后就没有吃很干净，然后就直接拿去给我姐，哎、你帮我吃一下。然后她就帮我吃得很干净。结果隔天的时候，我姐就跟我讲说，哎、你是不是跟他在一起？我就想说，你怎么知道？因为那只鱼已经破到已经只剩下碎肉，我还是把它清干净。他姐当然会怀疑，谁会怀疑？对但是我又怀疑。我姐就跟我讲说，一个男生朋友怎么可能就帮你切那只鱼啊？你吃剩的那种破破烂烂的鱼，不是完整的。对，没错。所以我姐就这样子知道说，哎、我交男朋友，然后我是 gay， 对。但是其实我姐就很开放，因为她的大学的室友其实是一个女生，那也是喜欢同性，所以她相对就是很接受我，然后只是我都一直没有跟我妈讲，所以我就是先让我姐知道，这是我第一次的出柜故事。好，那我的话呢，比较有趣的是，我觉得有2个人出柜，第一个是我姑姑，也就是在座这位我美国的表姐，我姑姑她嫁去美国，然后当时我国中毕业之后到美国一段时间，然后我就想说，我想跟我周遭的朋友出柜，所以我就在 Facebook 上面 po 说，想跟你们说我是 gay， 这样子，然后就发出去。可是当时呢，我记得有封锁所有的家人，比如说他不是当时可以封锁让谁看不到那贴文吗？然后我就设了好几个家人，最后我从学校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姑姑来载我，她就跟我说，那你脸书上面发那个你是 gay 是什么意思啊？我想说，这样为什么你会看到？你怎么会看到？我才发现我完全忘记封锁我姑姑，所以他就直接问，重点，我姑姑是基督徒，所以他对 gay 其实还蛮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就跟他说，没有啦，那是愚人节，我开玩笑，那整他们而已，那只是乱想的，就这样糊弄过去了。可是到现在他可能，当时我不相信他，我不是他的朋友，相信我讲都是开玩笑而已，但他现在才能接受，因为表姐或是其他人就会跟他讲说，gay 也没有什么问题，就这样。然后再来，我跟我妈出柜也是一个意外，我都是在我非自愿的情况下出柜的。有一天我就在房间用我的电脑跟朋友聊天聊一聊，然后就问我 gay 的问题啊，然后他就说，你妈知道吗？然后我就说怎么可能让我妈知道？然后我妈就叫我下楼，她叫我说，那你去买便当，我们中午来吃个便当。我就去外面买回来之后，我们就坐在桌上吃便当嘛。然后吃一吃，他就说，他什么事不能让你妈知道？我就说没有啊，没有什么事啊。他说你交女朋友啊？我说没有，我没有交女朋友。然后第二个问题，他就问说，还是你喜欢男生？然后他就说我就想说算了，都问到这个问题，都直接问到直接击中目的地。我说对，我喜欢男生。然后我妈说好啊，喜欢男生 OK 啊，就这样。他也没有讲任何太多的话，只是说好，那我知道了，就这样。就是我莫名其妙出柜，跟这2个人出柜。好，这是我第一次出柜的故事。那换我去。对，然后我出柜也不算戏剧化，就是我是带男生回家打炮被我妈发现。这超戏剧化好不好？可是我妈很能憋，就是其实我带男生回家，然后她就觉得说朋友，你知道吗？大家最喜欢的别人又来。同学，这是你同学，我超讨厌这个同学，是男朋友，一直讲同学，一直讲朋友，超烦。然后我们就可能有点太大声或什么的，不确定。可是被我妈发现，可我妈超能忍，她这件事情到真的来问我，大概已经经过半年的时间吧。所以那半年她就一直在偷偷试探我说你是吗？你是同志吗？然后你知道男生刚开始一定先否认说不是啊。后来有一天，因为我那时候在台北念书，然后他就上来台北说我们要去动物园，
然后动物园的时候，捷运很空，他原本可以跟我爸坐在一起，可是他就硬要坐到我旁边，问我说：“那你是 gay 吗？”然后我就觉得好烦哦，已经被烦到已经受不了，我就跟他讲，就跟你一样，就受不了了嘛，对不对？我跟他讲，我是啊，就完了那趟动物园之旅整个毁掉，也跟我们上山一样，完全就是没有办法讲任何一句话，我妈整个脸垮下来，然后他就只能慢慢消化。然后他就是那一天结束完之后，他就跟我爸回去了。可是马上我就接到电话说，我明天要再上台北，我想要有些话好想跟你聊聊。我妈从来不会自己搭车上台北的人，可是她就是为了我，然后特别去瞒着我爸，然后搭车上来台北，说有些事情要跟我聊聊。我们就约在一家咖啡厅，然后可是我觉得我妈可能前面经过半年的消化，因为她知道我可能跟男生有发生一些关系嘛，所以她可能自己内心就已经有底了，她就慢慢的已经有消化过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事情，是爸爸妈妈可能已经先知道，可是她有慢慢经过一些消化。然后上来的时候，他就讲说，哦，其实你还是我儿子啊，妈妈还是爱你啊，等等。可是，在这个期间，他其实讲完之后，还经过3、4年，他还是持续问我说，什么时候要交女朋友，什么时候要交什么，就他其实还没有放下。他最终放下，可能是又是经过我2、3年之后的事，或3、4年之后的事。对，家长们总是不想面对，总是会相信说，会逃避。总有一天我的儿子还是会喜欢女生的，但是抱歉，真的不可能。好，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出柜，接下来呢就是要突破第2个柜子了。好，那我的第2次出柜是跟我妈讲，其实很自然，我妈就是她也是个怪人，所以她对很多事情接受度都蛮高的。我就有一天，反正我就带他们2个常到我家嘛，我们就常出去。然后有一天他们回家之后，他们也跟我妈相处还不错，就跟她聊天。然后他们走的时候，我是跟妈妈吃饭。对，然后回来之后我就跟她讲说，妈，你刚刚看到那2个人是我男友啊。然后我妈就说，你当人家小三了？我说没有，他们2个都是我男友，我们3个互相喜欢。对，所以我就这样非常简单的跟我妈讲说我们现在的3人关系。然后我爸其实也知道他们2个应该都是我男友，因为他们真的太常出现在我家。然后有时候他就会问我说，周末说，是你要下去台中，还是他们2个要上来？这样。然后后来担心说，你们3个人睡在那个床上不挤啊？对，所以我的第2次出柜其实蛮自然、轻松、简单的。那我觉得我自己也来分享一下第2次出柜啊，其实我也算是轻松简单，因为我刚刚有讲过，他其实后面3、4年消化了，可是我们交往的时候其实已经经过那段时间，所以他已经彻底放弃任何我想要交女朋友的想法，他只知道他儿子越来越弯而已，所以就没有办法再回去。然后我妈有一天是她也是很常来我们家里，就来家里的时候，她原本要上去睡觉。然后上去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说，终于上去睡觉，我可以看电视了嘛。然后看电视的时候到一半之后，他就突然下来之后坐在我旁边沙发旁边。我觉得妈妈坐在沙发旁边绝对不会有好事，她一定想要问你一些问题。她说，所以雨辰跟你们是什么关系？她就直接这样问，我妈也是很直接。然后我就跟她讲，我原本想要瞒一下，就是觉得说不要直接让她知道比较好。然后可是我后来就想了个几秒钟，我就跟她讲说，没有，我们正在交往。然后她就然后就默默又上去睡觉。他说：“那我先睡。”他可能要去消化，他可能要再去消化一下。你知道，他妈妈都很需要时间去消化这些事情。然后我爸算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人，所以我爸基本上就是都听我妈的。我妈是就是女强人，所以我爸就是好啊，那儿子喜欢男生随便，他也没差，就是我妈说什么就 OK。然后我们家也算蛮特别，因为仲学是开始交往没多久之后就一直跟我住在一起，所以我妈其实已经很难接受2个男生住在一起，因为我也是跟家人住在一起，可是多加了1个人，她只是觉得好像没差的感觉。然后我们全家基本上连我弟也是 gay， 所以我们家已经绝后了，基本上是这样子。对，我们家里面全部连我们也养2只狗狗，2只狗狗都男生，所以整个屋子里面说男的时候，我爸是直的。对，没有，2只狗是不能生育而已，他们不一定是 gay。对，所以有一次蛮喜欢骑另外一只。我有时候会骑来骑去，我就说不要再这样子了。阴气太重的一个家庭，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其实妈妈后来就接受了。然后其实印象最深刻有一次啊，就是我们母亲节去吃饭的时候，就是我们下一张照片，因为其实每个节日啊，只要叔叔或阿姨生日，或是每到父亲节或是母亲节，我们就都会全家一起吃饭，或是过年会一起打牌。就我爸妈。对。然后我们就是去吃饭的时候啊，
那次母亲节大餐，就第一次在一起的时候就遇到第一个母亲节，然后我们就去吃饭。其实吃饭到最后面的时候啊，阿姨就很可爱，她就拿起她的杯子，然后就起来要干杯，然后干杯就讲说，就是很开心今年又多一个儿子了，对，所以她就说了这种温馨的话，所以我就发现到，所以阿姨其实真的都把我们两个当做她自己儿子在看待。而且有时候住在家里面，我会觉得说，我好像比他儿子的地方更好，因为有时候我早餐他没有早餐。我觉得这是我委屈的地方。可是我必须讲，是我妈其实经过很长时间的消化，而且我很常跟我妈沟通。应该说，我刚开始，比较不会跟我妈沟通。可是后来变成说，她知道我是同志之后，我们其实花很多时间在讨论这件事情。我甚至丢一堆影片给她看，就叫她去说，你看下这个影片可能大概要怎么做，什么之类，所以她就慢慢的能接受。所以她到后面其实对3个人加入的接受程度超高，她也会分享影片给她朋友，就是说我们3个影片分享给她朋友。就说我儿子在拍 YouTube，你要不要看一下？这样，所以我爸妈基本上也是另类的爸妈，就是有点皮笑。对，他其实不避讳到，他有时候会叫他邻居说，我儿子在做 YouTube 吧，你要不要教他教你怎么剪辑啊之类的，比如说请教一些 YouTube 相关的知识。殊不知他请那个人还未成年。对，然后也是未成年，然后看到我们的影片，然后他想，我不知道你们内容是做这样的题材，然后我傻眼，他也傻眼，我爸也没有在管我们的，然后再教他吗？对，他在教他嘛，对。好，那换作学讲你的出柜故事，第2次。其实我自己出柜故事啊，他的可精彩了，真的。对，我们第2次我就直接让我妈知道了。那这一次其实我也是一个不敢直接讲的人，所以那一次啊，我会选择被动的方式，因为那时候东森媒体他来跟我们讲说，你们第1支影片啊，好像就是很酷，你们3个人在一起，然后回答 Q&A。那我觉得我可以可不可以授权给我们放在网络上面？他来荧幕，我想说东森这么大间，他放在的地方是脸书，脸书上面绝对都是长辈，所以我发现他说给他们，然后放在脸书上面，我觉得绝对就是跟他们讲的。所以我想说好，那就放上去好了。结果啊，他就授权到脸书上面的时候，真的殊不知那时候我在当兵，我早上6点的时候就要起床，一起床我就看到我们家的群组，超可怕，从晚上凌晨的1点、2点、3点、4点、5点、6点，讯息都有，但是最后面只剩下6点的讯息，因为前面的讯息都是收回，只剩下6点的。对，他6点就跟我讲说，我还是爱你，那你还是我的乖儿子，但是我觉得说网络上的影片可不可以请你就是帮我下架，因为我觉得说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外面的别人的舆论。对，我妈就这样跟我讲，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样的回复她，我其实一起床我就发现到说，我妈好像就是很情绪化，就跟我讲说，就是赶快把影片下架，因为她觉得很丢脸，就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然后我就情绪化一下来，我就直接在爆哭之后，其实我在当兵的时候就已经环境很不适应了，我就把我全部的抗忧郁的药啊，或是那个全部的那种生性的药，全部给它一把抓，全部都吃完了。然后我还跟我家人讲说，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的话，我觉得我也可以跟你断绝关系啊之类的。如果你们真的觉得说你这么在意别人的舆论，或是你这么在意朋友的舆论的话，他们如果会养你，会照顾你们的话，那你就去。因为我觉得说我还是爱你们，我还是会对你们负责。我就讲了这么多很情绪化，我就在跟他讲说，我现在4楼，我跳下去都可以，所以这种话都讲了。然后最后面他肯定又都传给我妈，所以我妈应该也是给我爸看到，我爸就赶快打电话来，我就不接。然后我爸也是打了说，你就是我们乖儿子啊，你不要想太多，祝你当兵顺利，赶快退伍，赶快回来。对，这个就是他们知道的第2次出柜的故事。那其实这件事情下来，其实我姐最冷静。我姐其实就跟我讲说，其实啊，如果我们出柜，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爱的人跟你自己喜欢的生活，可是你也要尊重父母他们要消化的时间，总不可能你一说就让别人可以接受。对，所以就是我姐是这样子跟我分享，所以我后来其实就比较冷静之后，就到现在，然后所以我爸妈其实就因为是东森媒体的关系，所以就这样给他们知道。我就不敢直接正面跟他说我们3个在一起。对，但在一起有时候他们也都会回到说我们家的素食餐厅去吃饭，然后我妈其实也都会关心他们，就跟我讲说，为什么回去的时候没有多带他们2个啊，或者叫他们多吃一点。
所以基本上是我们三方父母都知道我们彼此现在的状况，所以大家如果是担心父母的话，就不用太担心。可是我自己是认为说，不要一次把它炸出来。你想想看，他是6个小时消化我妈可能5年来的情绪，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对，我觉得他很敢，因为他等于一次突破2道门，跟他爸妈说，我是 gay，我是3人交往。对，就是有点啼笑的状态。我觉得这都不是很健康的。所以他爸妈真的资讯量爆大，但我觉得爸妈是够爱他，我觉得这是很幸运的部分。沟通很重要。其实比较建议大家是软性的、慢慢的沟通。对。那如果当然是被家人逼到一定的程度，有时候得使出一些比较极端的手段，你是没办法的。但是还是建议，但是软性的。对。OK， 所以这是我们的出柜故事。所以我们很幸运的是，我们的家庭都能接受我们现在这样的关系，也可以塑造我们现在这么有自信，或者是有办法很理直气壮的分享现在自己的价值观，就是因为我们有家庭的后盾。我们再谈谈3人真正的实战演练。好，我刚刚讲很多故事嘛，可是痛苦的其实也不算是少数的部分。好，所以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是仲学在当兵的时候。对，其实在我们3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啊，其实那时候是2月，然后我差不多是4月的时候去当兵，我4月底去当兵，所以可以知道说那时候我们才刚3个人在一起，非常热恋。那热恋完之后呢，我就去当兵了。然后这个是我在当兵的，好像才过完2个礼拜就有一个恳亲会，然后恳亲会他们就来军中看我，你看他们都笑得很好，其实我整个兵在那边我真的笑不出来，我真的觉得说当兵好痛苦哦。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安全感超级重的，就觉得说，我一放假我就跟他们相处就很开心。可是只要一收假，因为不然六日一过，我一进去军营的时候，我马上就会跟传讯给他，跟他讲说，你们刚刚是不是一起洗澡？你们是一起睡觉？你们是睡觉也抱在一起？就安全感超可怕。当时他连这都要管，他会这样怀疑原因是因为我们3个一定是一起把他载进军营嘛，所以我们2个之后一定会有接触嘛，有没有一起洗澡？有没有一起睡觉？有，可是我会跟他讲吗？不会，对，这就是解决方式。他常常会跟我说没有，对，我觉得说没有，可是他很厉害，他会讲说骗人，你跟他洗澡怎样？怎么可能接电话？对，那他疯到怎么样呢？他当初还希望我们一起在他军营之后，就是我是住台北吧，所以他说，那你可以今天晚上就回台北，你不要再多睡一晚。你看多疯！所以当时的不安全感跟失速感其实非常重的，3个人其实要沟通、要协调的东西非常的多，然后他就是那个其中最不平衡的那一位。对，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对他们是超级没有安全感。但我怎么去克服这件事情？大家知道说，其实当兵的时候啊，会有一本成功本。他们可能还没当兵，这边没有当兵。可是你如果去当兵的时候，他都会发这个小本本2本给你，你可以记录一些自己的事情，他只是发给你当垃圾，很多人把它丢掉。对，但其实他可以记录什么事情？其实在里面很多人就会做很无聊的事情，比如说写日记，应该是里面最有趣的事情了。对，有些人无聊到说，就在那边在数筷子，今天有多少掉筷子的声音？对，那有几个人被骂，我就做了什么事？先给你们一点心理准备，没当兵的。对，就无聊到这个程度，所以我就真的在里面真的是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一直在胡思乱想，就觉得说他们在外面是不是真的会抛下我，或是真的会不要我了？那他们其实就这2个东西是像成功本就是雨辰他对我解决安全感这件事情的一个方法，他就跟我讲说，好，那我就跟你写交换日记。那交换日记啊，其实我们就也不只写说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每次都在讨论说，那可能是一个议题，可能是你最喜欢我哪里，或者是说而且一天只能写一个议题哦，所以我觉得每天礼拜1到礼拜5，我觉得很开心的打开下一个议题，看你今天想要对我说什么话，对，然后我今天写完之后呢，我就会在期待说明天他又想要跟我说什么话。那我就礼拜1到礼拜5写完之后呢，礼拜5一出去我就赶快交给他，他就会在礼拜5、礼拜6在他空闲时间，然后写完他对我的就是他想要跟我说的话，然后礼拜6的时候再把这一本偷偷又放进了我的那个军营的背包里面，对，然后就一回去的时候我就很兴奋就是我就会开始去期待说明天他可能在里面想要跟我说什么话，但他很靠背的是。一开始他很不安全感嘛，然后他就是回得很兴奋，然后觉得很珍惜这个成功本。对，结果下部队的时候，大家相对比较自由，手机可以放在身上。他后来成功本爱写不写，
就是没有打算回我的意思，因为他交了新朋友，他其实一开始很不适应的时候，就是想要抓一些浮木，然后这本就是他的，因为他在军中遇到姐妹了，所以他就 OK 了，对。就认识比较多朋友，因为这真的是，我会发现到说我自己个性是，真的是如果很闲的时候，或是不知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真的会一直胡思乱想，想太多，然后担心说他们在干嘛，因为那时候又没有手机。然后再来是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就是吴军跟我沟通的方法，他就跟我讲说，你知道你去看看书吧，书里太少了。他跟我讲你在里面多看一点心理的书籍。对，那我就看完之后，其实就真的蛮有用的啦。他其实就会跟你讲说，怎么多跟自己对话，怎么多认识自己。那我其实看完之后，其实放假的时候，我就会跟他多分享说，我可能这礼拜看里面的内容，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多跟他们讨论跟沟通。我觉得仲学在初期成长幅度还蛮大的，因为他平常不是一个会跟自己沟通，大家会跟自己讲话吗？你会不会在心里跟自己讲话，说，我今天要干嘛？你在想什么？在说想，或之类的，会跟自己讲话。可是他不太会，他不会跟自己沟通，所以透过这些书或者这些方式，我们一直引导他说，你可以多跟自己对话，理解自己在想什么，所以他才有办法讲出说你现在的感受跟情绪是什么。这是这段时间我觉得对他的训练。因为其实如果3人谈关系，或者甚至2人谈关系啊，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猜测说对方心里要什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的方式是，不管是用引导的方式，比如说我给他书，我们有讨论，或者是说他写成公本，这其实都是我们可能可以交换彼此想法的一个方式吧。对，比较类似说交换彼此想法，然后不停的去知道说对方可能在想什么。你就会化解掉一些忧虑或者是担心。对。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对内不安全感，但其实我发现到说，我其实不止对内，其实他们两个都长得很好看，所以我连对外我都会很吃醋。有时候可能，如果可能跟朋友出去玩，是可能去夜店或是一些社交场合，我就会觉得说，那他们会不会跟别人太靠近，或者是会不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最终的解法就是，这担心不完，所以只能告诉自己，给自己更多自信一点，就多投资自己一点，这样子可以让自己变更好。可能运动，可能多学会打扮自己，让自己多一点自信的话，你就不用担心说，对他们没有安全感，反而是我希望是他们对我们有安全感。有吗？没有，我也觉得没有。有啦。其实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不是他们两个，对，我也是偏没安全感路线。对，因为其实我们也会因为可能对外的一些想法，因为我是觉得怎么来就怎么去，你知道吗？他可能会这样来，他可能也会这样走，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有时候会很担心说，可能他跟别人互动上会比较亲密的时候，我会觉得，是不是有点危险，或者是有一点可能踩到一些线。可是我觉得我们的解决方式都是现在都很直球对决，我们现在不太会跟你迂回讲说我在内气，我们就是很直球说，我可能对这件事情很不舒服，那可能要怎么去解决？就像你刚刚有人讲到成长，其实我超级同意这一点，就是情侣最大的我觉得价值是你们两个有没有彼此成长。如果你们两个都能帮彼此更好，我觉得很棒。可是当然那个转变的过程中是会非常痛苦的，因为你会很血淋淋的去讲一些议题，然后或触碰到你可能你觉得是伤口的东西。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也是在学习中，我们到现在还是会吵架，而且很蛮常吵架。所以沟通真的是最大的挑战。但他这里永远都是解放，因为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就是得把它诚实的摊开来讲。然后这点很难的是，有时候你自己内心比较黑暗或者是不好开口的想法，你很难真的诚实的跟一个人讲。比如像是如果你有什么特殊的性癖好，或者你想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之类的，就是有些事情是很难讲出来。但是我们都一直在练习说，我们要怎么样有办法有效的沟通。就算讲出来，如果不能被接受的话，那怎么办？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方面，不只是2个人，3个人都是一样的。最重要的还是沟通。一对一的关系，你也需要坦诚的跟彼此讲话。你想要有什么想法，或希望怎么样相处，这些都是得好好讲出来，不然没有人知道你在想什么。然后这个关系如果都只是想互相隐瞒，或是这不是大事，或者这件事情我不敢讲，那就是一直把它藏下来，最后变成一个很大的炸弹，就直接什么都没有。对，是谈感情，那关落音真的没办法，完全用猜也是猜不到，完全猜不到对方想法，所以就讲出来就对了。好，所以这是比较沉重的。大家可以知道，我们讲这些故事，真的不是很多地方都是快乐的，因为伴随着人跟人相处之间，就是有很多的吃醋或者很多不愉快，这是无法避免的。然后3个人势必，当初我们觉得说，3个人在一起等于同时有2倍的爱，
但是殊不知，同时也有2倍的痛苦。对，因为你要2倍的恨意。我们在沟通的时候要达到一个共识的时候，等于是要2个人、3个人都同意这件事情。可是如果1对1的话，只要1个人2个人都同意就好了。所以3个要达成一个协议，有一些它的困难在。而且我觉得我们3个是有一个共识是，如果我们这段关系里面啊，只要有一个人受委屈，一个人目前关系是痛苦的，那我觉得这段关系我们就不想要了。对，所以这是我们3个人的共识。我就觉得说，如果这段三个人关系是可以彼此成长，是开心是快乐的，那我们再继续下去。没错。好，所以这是我们一些辛酸血泪的过程。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些比较轻松一点好了。那就对我们来说很小的事，有些是很多人喜欢问我说，3个人要怎么算钱啊 ？AAA 制嘛。我跟你讲，还的确是就是 AAA。但其实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自己非常在意。我可能对于钱，这真的也是我觉得钱对我来说是一个底气，因为我们可能我自己从小可能就是家境没有到这么好，所以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说，今天如果出去吃饭，我不会并不是说小气而不请你吃饭，或者是为什么都要算得这么清楚。我只担心说，如果今天一直都是我请客，或者都是你一直请客，今天如果对方养成这个习惯，我还坐着在那边等你去结账，我就觉得说这段关系好像不是我想要的了。所以，与其这样子，那我不如因为我就会放在心里面一直很不舒服，所以我就跟他讲说，那我们一起来有一个共同钱包好了，每次出去吃饭，可能就花这个钱包里面的钱，对，就是3人平分，其实很简单，反正什么开销就是3个人除3就好了。对，然后我们后来有那个更新一下，就是我们大家有看到上面写算账宝贝，可是为什么第4个人，因为他是机器人，他会帮我们算账，这个都不好。对，是普通宝，没有人跟我出事，如果可以出事的话更好用。对，这都很好用。如果大家要出去玩的时候，就用这个来分钱，很容易。就是你打上去你花的金额，然后他就帮你算好说谁付给谁多少钱。那我们解决方式就是这样。然后很多人会问说，那我们3个平常怎么聊天？我们其实有一个群组，就是一个爱心而已，然后就是聊我们平常3个会聊的话题。但是可不可以跟私下他们2个互相聊天，或者我们2个互相聊天？当然可以。没有人会规定说，所有话题都只能在上面传，没有这么恐怖的感情，好不好？OK。可能刚开始有，不确定。刚开始如果会接的话，也是说我被接。对。但是现在没有，现在要干嘛就干嘛，因为已经习惯了。然后我们平常就是用群组在沟通。对。然后再就是很多人问我说，怎么睡？我们刚好家里的床都是 queen size， 就是双人加大，所以3个人挤得下，不会到太挤。只是会挤的话，是因为个人因素，他很喜欢一直往这边靠，我就觉得很挤。但是一开始睡觉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谁要睡中间，对，就会有人吃醋。可是我发现我们3个人真的蛮适合的，因为其实我真的有听说，因为我们这3个人变情侣之后啊，就会收到有一些人私讯，就讲，我也是3个人在一起。那其实我最近可能就是因为睡觉而吵架。那为什么睡觉吵架？是因为有2个人他睡着之后啊，他就是突然抱在一起。可是那个睡很熟的被抱那个就觉得说，我不知道，我睡很熟了。另外抱他的人就讲说，就是因为他可能就半梦半醒之间抱他。第3个还没睡着就看到这一幕了，所以隔天起床就说，就是我很吃醋。但是我拍到说，我们真的很适合在一起，是因为其实我平常都睡中间，因为我就是那个一开始会吃醋的那个人。其实吴军，因为他就是很难入眠的人，他反而也不想被抱啊。然后你不要吵我最好。我是很浅眠的人，因为我们出去可能去饭店，有时候是一张大床加一张小床，我一定睡那个小床。我就说你们去抱好烦，我最讨厌抱睡，我没办法接受抱睡这件事，太痛苦了。然后我超爱的，所以然后雨辰呢，就是你不管怎样子弄他，或是他怎样子什么睡姿不舒服，睡姿都睡得着。所以他都会把手我就可能压着他的手睡觉。然后他都还可以睡得着，早上起来再说我手很麻之类的。不会啊，已经死掉了，他还说其实睡到一半就会抽走了，他也会发现。对，所以就是我们3个睡觉真的是蛮合的。可是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大家会想象到一些比较小的问题。可是如果连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我觉得就是也是偏危险。没有错，就像是会提问说睡觉怕抱啊，我吃素，你们真的不要3人在一起，拜托，不要再闹了。这种小时候解决不了，你们解决不了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好。再就是，我们想带给这个世界什么？其实我们今天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没有什么希望说，在座的人都给我去尝试3人关系看看，因为你会知道这适不适合你。每个人的人生就是一定要一直尝试，去尝试完之后你才知道说，这是我喜欢的，或是我确定我这辈子再也不会碰这个。你都得经历很多的挑战跟尝试，去理清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你才有办法自己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去找到说你理想中希望的爱情会是什么样子。而且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我觉得也不是说错误观念，是我们可能有拍 YouTube， 然后分享我们的经历，所以我们太常在私讯收到说我也踏入3人关系了，那请问我遇到这个状况该怎么解？其实我超害怕遇到这种问题，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我不可能完整的听完你的故事，然后同理你，然后去帮你解决掉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大的解决方式还是回归到你们3个人有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沟通，然后把眼前遇到的问题解决掉。我们至少接过40-50对的咨询这样的关系，不管是男，有女，然后有男女，然后男女也有，反正就是所有组合都有。然后可是大家会面临到议题，有些我都会看到，觉得那可能你们还是得先回到自己内部的沟通之中，比较类似这样。我们只是提供一个说，这世界上可能有这样的关系，可是并不是推广的角度带你说，赶快去尝试，其实不是这样的角度，而是说，其实这个中间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学习，说到底如何跟对方沟通，然后我们到底要怎么平衡，到现在还是一直持续的状态。我觉得它不会间断，因为每一个人生状态，它都会面临到不同的生命议题。其实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借鉴，因为我们算是亚洲第一个敢用3个人恋爱变 YouTuber 的。我不敢这样讲亚洲的确是啊，美国可能有，可是其实很少找到这种议题，所以我们其实没有任何的感情可以参考，所以我们也是在这段关系里面慢慢摸索。我也很常听到自己身边有一些朋友开始在3人恋了，但也是遇到很多问题，所以绝对不是说大家一定要尝试3人恋，而是在不伤害任何人的前提下，也不违法的时候，大家尽量去尝试。你想尝试，你想去约炮，或者想尝试什么一些特别的性癖，都去试，反正不要伤害人就好。然后你想尝试这种3人关系，都是非常欢迎的，都是要试过之后你才知道说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或是以后绝对不会喜欢什么。没错，所以我呼吁大家慢慢尝试，自己找到自己的方向。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怎样人适合3人行好了。我觉得我们各自都有一点看法，就是什么样的人到底适合。其实我们看法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3个人的个性真是截然不同。我自己也是觉得说，要成就一个3人恋的关系，必须要有2个以上的人不爱吃醋才可以。我们这边最爱吃醋的是肉学，所以我们只有1个爱吃醋的，所以这段关系成立。如果今天有2个人爱吃醋的话，每天吵架你就吃饱了，你真的不用谈恋爱。所以吃醋者绝对要小于2。然后我觉得各自都有自己的见解，愿意分享自己的心态，这点也很重要。我自己是认为说，我自己是蛮看重一部分的，我也不会那么刚开始会很跟周围在一起，其实我就是很看重真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一个追求很大的追求嘛，就是你要如何跟你的伴侣学会说真的很袒露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们也还在学习中，这个是会。因为你最后你会发觉说，如果你真的什么事情都能让他知道的时候，真的会有人接住你。那我们3个其实刚开始2个人的时候，没有旅程加入的时候，我们2个其实偏向不太会沟通。可是3人被迫加进来的时候，是一定要迫使我们一定去沟通，不然的话这段关系就没办法成立。因为我们会遭遇到更多的阻碍跟更多的问题，所以有时候第3个人我觉得也有个好处是说，他可以担那个中间者的角色，然后去协调这件事。对，所以我自己学习到是觉得说，的确是要真诚去做。那如果你真的勇于分享、勇于表达，他也能接受，然后你们俩互相调整底下，我觉得你就适合3人吗？不是，就是你就适合谈恋爱。你有机会，你有门票。对，你有门票，你至少先拿到门票。那我自己觉得说什么样的人适合3人行，我觉得就2点，一个是时间要很弹性，一个是要经济独立，这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因为今天跟他们2个在一起是。他们时间都非常自由，他不像是我有一个正职的工作，那我正职工作其实又很弹性，所以我可以拨出很多的时间去跟他们配合出我们的约会行程。那再来是我觉得为什么要经济独立是，如果今天我们就是3个人的价值观，如果都是有些人就想要去吃好一点的东西，或是真的想要出国出去玩，那我今天如果经济还没有独立，或是经济还跟不上的话，会不会变成说只有他们2个可以出国去玩，我就跟不上，我可能就会更吃醋了。所以我觉得经济独立跟时间弹性都很重要，对我来说是这2点。好，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评估一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段3人关系。好，
那我们其实也到尾声了。那其实到尾声啊，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说，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点也是很疑问啊，就觉得说，其实很多人会跟我们讲说，你们到底是不是荧幕情侣？就为了拍影片，为了赚钱，为了去想要有名变网红。那我就想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证明啊？难道说我们亲一下，你们就会觉得说我们就真的是情侣吗？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想说，那就亲一下。那我们一直拍影片就亲一下，就这样子亲哦。你们亲我一下，对，我就这样子亲。然后这样亲了之后呢，大家就讲说，他们就都亲脸颊而已，根本就真的是荧幕情侣啊。他们如果3个人在一起1年的话，我就去吃屎给你们看。对，其实就真的有这种很恶意的留言。那我就想说，那难道是我们3个人要怎样子才可以证明啊？然后说我们要3个人亲嘴巴吗？对，所以可是我们3个人亲嘴巴，我就觉得会是这样的画面哦，你们看一下。真的很难看。可以看吗？不觉得说我3个人就很像在吃什么东西一样吗？对，所以我最后就发现到一件事情是，就是感情这件事情，不用去做给别人看，我们自己做的开心，自己喜欢就好了。对，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Thank